我们来轮流，我先等一下换立安，我弟在哪？我弟来了吗？你弟刚好进来，他讲几句话是不是绕跑了？他怕被我骂。哎，我弟还在，我还在好吗？等等换，嘉威不要在下面调弟弟，你情可以吗？不要吵，你先别吵。大家我已经邀请嘉威了，但是嘉威迟迟不敢连不敢按接受。Hello，你有没有后悔上次来我们直播间这样？我很抱歉，我真的抱歉。有没有人想看立成跟那个牧人一起演剧本呢？好，我不要理你了，要的跟腾聊天打了。+1，你可以下去了，我要找真的聊天，拜拜。大家，那我邀我的好伙伴喽。哇，这7、8集真的是我直接回到现场的感觉。虽然礼拜三的花絮就会播出我们的那个心得，对啊，但其实那时候昨天的感受还真是。我那时候吓到因为那时候我就觉得哇，我都忘记我说我可以当零这件事情。然后那个喘气声，我就觉得哇干，这样子。你那个可是我觉得剪出来的感觉更好，就是对啊，那个零的氛围。零的氛什么零？现在还没有分清楚好不好？啊，还没分清楚。对啊，我可以当零，又不是我说的，是你说的。虽然大家都觉得我是零，就看完那个，连我自己觉得哇，藤木人根本就是零。其实那时候我蛮好奇，那时候看到我这样的感觉是什么？其实我已经就是因为我昨天看完之后，我就在想说要打，就是要打一篇东西嘛。然后，昨天我打的其实蛮痛苦的，就是因为我回到现场的感觉。因为我记得当天我们拍摄的时候，其实因为你从第一颗镜头就在那个情绪里面嘛，对啊，然后那个被压在床上真的是很纠结挣扎的。所以我昨天整个晚上心情很差。为什么？然后我就写的很痛苦啊，就是对，就因为你也记得那天我们拍摄的时候，其实整个晚上大家都不太讲话，对吧？对啊，大家都蛮投入。对，就其实也不就是也不是怕打扰你，而是被你当下的那个情绪感染。哦，真的吗？有吗？真的。我觉得大家都很尽心尽力要完成那个画面，就是你的幻想嘛，对啊。对，我觉得就是包括强迫压上床跟幻想，真的是拍的又美又好看。就美也很感人。我一直打人，真的是我是不是有躁郁症？一直打人。你本身这么生气也会这样吗？其实我本人没有这么生气过。真的。可是，但是因为我觉得演戏有时候就是互相就是那个感觉是会传递的，就是因为我从外面进去，我就感受到你那个很痛苦的声音从里面这样子传到我的心里面之后，我就要捶门的那个心情是很爆的，因为可能现实也很难遇到这个情况。所以我算是第一个被你救的人。对，也是，对不对？相爱相杀，又救又骂。就是我想说，就是你当初为什么会来接这个 BL 题材的这种剧呢？是没看新闻访问。对不起，没看。没关系，我跟你讲，因为那个时候其实这部剧最吸引我的地方就是立成这个角色，他是一个很喜剧的，就是他不是对我来说，他不是一个现实的人。然后就像导演跟我说的，他一开始希望立成像是《灌篮高手》里面的樱木花道一样，所以他就是一直用喜剧的方式在带动节奏。那我觉得这个是我没有演过的角色，然后而且据我自己所知，在 BL 市场里面，好像喜剧的方式呈现的没有那么多，那我就觉得我可以玩玩看，应该会蛮好玩的。我觉得你做的真的很好，就是有表现到，感觉就是立成这个角色的个性都有出来。那你4个人最喜欢谁？我说角色。而且我才想看。那也很好啊，我也是。
很好，很好，很好。你回答到标准答案了。反正就是你拍 BL 那种题材，那有没有找一些 BL 相关题材的作品来参考？有啊，我们这时候其实我们4个人看的参考作品都不一样。我自己看的是比较偏向日剧的，然后也不一定是 BL 的，就是因为我自己可能看的 BL 是比较偏向Call Me by Your Name 这种，但是我觉得因为是历程，我在准备历程这个角色，它比较重要的是喜剧，所以我比较多参考的是像东京男子宿舍啊，或者是之前的一些其他日剧。就我觉得因为历程它有很多东西是要一拍一拍一拍，然后才会有那个好笑的点，才会有办法控制那个节奏，所以我那个时候就会往这个地方去找作品目，就看一下。然后最后一个问题，我想问问你在接触这部剧之前，你知道 BL 这个东西的存在吗？其实我觉得我也是跟历程一样，在边拍边学吧。好比说那一场戏，就是美方他不是在跟我说，那什么是瓜节、菊节什么什么的那些，这其实我还真不知道。但是 BL 我一定知道啊，就是那些太深的专有名词，我相信应该很多人都不知道吧？因为我有看到粉丝们大家在讨论，应该好像很多人不知道，不是我的问题。你知道吗？你原本我几乎都知道。你都知道，你都知道。我现在辅龄很久了。那你是我的前辈，前辈你好，好不好？谢谢你哦。那我换下一个人哦。啊，再见。拜。我觉得就是本色演出。其实我觉得演戏就是这样子，就是每一个角色，即便是跟你差很远，还是会有一部分的养分是存在你心里的。然后对我来说，历程就是我把他的那个很屁的地方100倍的放大，所以现在我收回来的速度也蛮慢的。我现在有时候就会很屁这样。成人后面有床戏吗？你说呢？I think I have a lot to say, but in English it's a little bit difficult to me. Let's try. Okay, I try. I will help you anyway. Most of the time, many times, it's real feeling to Anson. I try to how to say that? Let me think about it. 我现在觉得我越来越热了，我没有想到我居然开始上英文课了。你知道，就是我 Don't be nervous. Don't be nervous. 我 It's 大学 okay. 毕业之后，我已经很久没有讲英文了。I said after I graduate from college, I never say English. Very maybe next time. Maybe. I'll go to practice my English and see you maybe 2 months later. 我真的是大学毕业之后，我的英文水准真的是直直落，但英文是很重要的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大家一起学英文吧，好吗？一起应该不是学啦，就是重新练习。但我觉得很可爱，就是有其他地方的粉丝可以看到，然后而且还就是会跟我分享他在想什么，这是一种跨越语言的感觉。La chica anterior ha podido manejar muy bien sus nervios. No es mi caso. Me tiemblan las manos. ¿Puedes entender algo de eso? No. 我真的觉得，如果我定期开直播，我是不是各种语言会进步的很好？对，紧张的时候咬手指，不要传染。4月中我会去东吴面试，然后我想要跟你要去鼓励的话。你是说你是正要上大学是吗？对。OK， 鼓励的话因为我通常是写比较
我不尴尬，讲就稍微尴尬害羞了一点。但我是觉得是，我不知道会不会鼓励到你，但是我觉得对于升学，我有一些想法，就是就是当然我很希望你能够上你想上的学校，但是如果没有上的话，你也完全的不要花时间在难过上面，因为一定会有一个就是生命里帮你安排更好的地方。我举我的例子，就是我那个时候因为我是打篮球升学的，然后我原本高中从成功要考大学的时候，我的目标是要考成功大学，但是我那个时候呢，就我的数学还是国文差了1级分吧，我就没有上，然后那时候我是难过了很久。可是就是没有上，我后来念了世新，我才会来当演员。所以如果我当初我上了我想上的学校，我可能现在就不会坐在这边跟你聊天了。所以我觉得任何事情都会有意义，但它就是追求的过程，就是它本来就是意义的，就是它就已经在帮助我们去一个更好的地方，但结果到哪里不重要。我有想一个问题要问你。好啊，来吧。就是我想问说，你有演到走心的一场戏吗？就是很走心，觉得哇，眼前这个人好像有一点点的喜欢上他。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都是。我举我跟腾腾的例子，就是其实我觉得喜欢是这样，就是你开始就跟腾腾跟立成跟腾腾一样。就是当你开始意识到就是你会在乎他的言行举止啊，一些小动作的时候，我觉得那种某种程度上就是喜欢。可是喜欢有很多种面向，每个人面向不一样。那我觉得我跟腾腾在拍戏的时候，就有很多种这种时刻，因为我们常常会演到超出剧本要的情绪。那些情绪哪里来的？就是我们真实的感受。我们会生气，我们会觉得不理解对方。我们会很想要占有吗？就在角色的状态里面，我们会就觉得他应该，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爱的一环。你浴室戏，你说保护室破门，对，被高副总压上床的那场戏，有，到时候应该会就是因为我们有录过那个花絮，所以应该会看到，就是因为我是在外面冲进去的，所以其实我在外面已经听到他们前面几颗，我听到腾腾的声音，然后那些声音其实对我来说是很真实，就你真的会往心里很痛很痛。然后因为你知道立成就是一个很皮花的人，带很多饰品，然后我那时候把门敲一直敲，然后到后来第3颗的时候吧，我的就是手就淤青，然后我还就破皮这样，就是因为真的是。你光听声音，你就能够很舍不得，那种感觉真的是舍不得，然后所以冲进去被他推开之后，才会生气，然后可是生气的时候，你又发现他就是那他不知道这是你，然后他又最需要你，那个感觉其实蛮复杂的。有人吗？那我是先OK， 看到了，有一个最重要的人，他要争取这7分钟。Hi，welcome back。我看你直播真的是太好笑了。我现在是非常 international 的人，我是 international 层。我很佩服你的勇气，太屌了。超好玩的，你下次要不要？很好玩啊！我真的觉得，就是能够用不同语言，然后尝试理解对方在讲什么，是件很有趣的事。超扯的，但是我觉得你讲得很棒啊，讲得很棒，就跟我们晚上聊天的时候那种感觉很像，就是你真的对方就是有共鸣，然后你讲的东西好像对某些人有帮助。其实我们这部戏也蛮多人看，就是不管是欧洲啊，还是真的是只要有爱 ，BL 就是无所不在，无边界。没错，我现在会随时随地想要讲英文的，想要开始练习，你知道吗？我刚跟他相约2个月后，
跟你讲，不止哦，不止要讲英文，还要学日文，还要学韩文，学欧文、越要不然文。我们要不要分工合作，好不好？我们一人一半，一人一半，一人一半，这样子我才有人靠啊！喂，晨晨，这个没有啊越文，没有啊，那个讲话就给你啊，效果来自于我就好了，我来制造效果。不能呐、是盛世美颜，怎么可以让你制造效果？反正我私底下就小李晨啊，你就陈木人。不然你最后面，你先用一个越南文跟大家说一个，Good night, I love you guys 之类的。哦，新早 ，I love you guys。 I love you guys 是英文，然后 Good night 是英文，因为我忘记了啦，我忘记它差不多了。你真的是今早ăn cơm chưa， ăn cơm chưa， 感谢。你吃饱了没？你吃饱了没 ？MOA， 好可爱啊！有2个地方我很想要写，但是因为我光写你，我就觉得已经很沉重，然后也是我觉得最想要表达的。那我要这边用讲的好了，就是第一个就是第7集的开头，就是你进去，你拿了一杯牛奶吗？还是水？你给小叶，就是你说你喜欢的是男人吗？那又怎么样呢？然后我也跟着走进去，就是我觉得那3个人的画面，对不对？就是很那个，其实就是一个最简单，可是最有爱的力量，真的，哇，那个陪伴的感觉，爸妈在问候小孩那种感觉，那个真的是，就是我觉得其实就光那2场戏，就是一个是小叶哭，我们2个人靠过去，一句话都没讲，然后跟那场戏我们只讲一点点话，可是我们在这个时间点站过去，就是我觉得就能够传达铁三角的感情，然后跟其实我们生活中一定有这样子的伙伴跟朋友，他要的其实不多，就是你站过去，在他身边。我们这部戏不只讲的是爱情，还要讲友谊的真诚跟爱。对，还有家庭。对，另外一个地方就是那个小鬼，我不得不说，那小鬼他真的很机车，但我不得不说，小鬼真的是让我很感动，就是在天台，他跟小叶那段话，你看看他，即便只有一场戏，还是要出来刷大家眼泪。我觉得那些台词，我真觉得编剧很厉害，就是那几句台词实在是太扎心了。就是风再大，就是我依然站在这里，风继续吹，但是你会抓住我啊！而且永杰超猛，直接在他爸面前直接说：“你随时回家都可以回家。”就在他爸听起来没有什么，但是在信士的耳朵中就是有特别的含义。对，而且小叶之后的拍的蛮好，之后的那个抽蓄到厕所爆哭，我觉得，对，就让我觉得真的就是我们这部戏，其实我们虽然是喜剧，但是我们有很多的，其实还是很心理层面，然后很实际，在现实世界可能会发生的，的事情，想要跟大家说。我们只是就是用一个很开心的节奏，但是我们还是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说。就是就算看起来是喜剧，但是里面还是有悲剧的一些含义在里面。会就是其实回头回味就会觉得说，还蛮多地方可以让人家省思的。那大家我们要睡前，我们两个跟大家说晚安喽。我们两个就去睡觉喽。晚安，晚安，拜拜。晨晨晚安，晨晨晚安，关喽，拜拜。